男生必须要什么？女朋友穿黑丝以后，他才能兴奋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性心理的这个生长。我们看看这个两个照片，这个明星知道谁吗？笑啥呢？不正经的笑。这个照片谁知道吗？林青霞，对，1973年拍的照片。我是80年代上高中的时候看到的。1973年我专门查了，我是在网上刷到这个照片以后，我一下觉得当年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震撼的。我有印象，我就专门去搜了一下，1973年有一个杂志的封面是。我要说的是，在1970年代以及我们成长的，我上初中高中是在80年代，随着这样的照片成长起来。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照片，进入到90年代末以后，这样的照片是没有了。注意它的这个特点就是什么？报复性，知道吧？它的特点是报复性。这个特点呢是包裹性，包裹性它唯一跟情色相关的，这个跟情色相关的是一点，对不对？它的暴露的那一点是它的这个报复性，这个跟性相关的是它的包裹性以及这个所谓的黑丝。在我们上大学的90年代，对黑丝是没有感觉的，没讲过真事儿。我有同学就是这个没见过世面那种，你知道吧？也上了以后，上来我们出去玩嘛，出去玩就发现这个武汉那时候比较开放，有女生看说，咦，这个女生腿怎么那么黑啊？我就告诉他，人家是混血儿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看过书啊，书上讲的，这就是混血儿。他脸上就出现了那种畅想，我说不许胡思乱想。你知道他在畅想什么？这你都看，你没试过，他跟这分界线在哪？下面那个胳膊挺白的，就腿是黑的，分界线在哪？我说不准不想。然后过了2个礼拜，他就气呼呼的来打我，你知道吗？骗我，什么混血儿？他看到很多人腿是黑的，很多人腿是黑的。我要说的是，就那个年代的大学生，他对所谓的黑丝是不敏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照片直接把性意识、性心理直接引向了什么人？你看这张照片，尤其是暴露的那一点，他会直接把你引向人。你想跟人去亲近，跟人去亲热，你会在意他的衣服什么呢？直接跟人。用弗洛伊德的理论，什么是变态？你整个性意识完成的终点是和人，它就是正常的；只要不是和人，它就是异常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你看那什么这个反应，就是男生必须要什么女朋友穿黑丝以后才能兴奋起来。那么说明什么？对人不是那么敏感。我们这里都在说，所以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，不管男生女生，他的性兴奋、性心理、性意识、性兴奋，他最终导向的是人。对男生来说一定要跟女生，女生来说男生才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有强烈的这种亲热、强烈的激情。那么进入到90年代末以后，全是大概出现这种图片有没有？就你们这游戏里面的0后啊，没有见过这样的照片，见到的全是这样的。那么产生性诱惑、性吸引、性兴奋的唯一的点是什么？就是前面的黑丝。所以你会导致你对人已经你看不敏感了。最有兴奋感的是这个物，最有兴奋感的是这个物，是这物。而我们一想，手感、视觉就都没有意思。你摸着这个织物的感觉和摸着皮肤的感觉，哪一个感觉好？肯定是皮肤啊。你看着这个人的这种兴奋和看着物的兴奋，它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但是由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，你只能看这样，在这样的环境上长大，你就只能对什么？对这样的物敏感起来。你的性心理、性意识、性兴奋，它只能对物敏感起来。那么对物敏感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？就是对人不敏感。所以你看到这张照片，首先对这个黑丝感兴趣，对人就忽视，而人确实没有表现。你看两种表情，这是什么？热情、开朗、活泼、风情，是吧？直接跟人要结合。他的整个性兴奋、性意识、性心理是完成一个人的结合，跟人的亲热。而这个呢，只能被迫于终止在物上，你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，没有那么强烈的兴奋去对人感兴趣，都这个依赖在物上。所以男生呢一定要调整，现在要从这个向这个过渡，没有对人要敏感，要不然很悲剧，人生的悲剧。你只能跟物在一起，没有感觉的，没有爱的。对女生来说，尽量避免对黑丝敏感的男生，因为他一定终止在这儿，他对人不感兴趣。你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帅魅力，他对气质敏感吗？他可能对花纹更敏感。他对肢体敏感吗？他对思想敏感吗？他对语言敏感，他对魅力敏感吗？都不敏感，他只是对这样的东西敏感。明白吧？哎，而且从任何角度来讲，就是说从这个触感、接触的感觉啊，都无法这个跟人替代。但是由于他只能接触到这些特征，他把符号化这些特征以后，进一步弱化和异化，就跟物的连接。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悲剧，你不能跟人两情相悦起来，是最痛苦的。怎么办？赶紧再到80年代、90年代这样的这个素材，是吧？这样的素材去把自己的兴奋点转化出来。首先要祛魅，你就知道对黑丝的兴奋是一种心理的异化，是一种反常的，甚至是一种变态的这个性心理。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归结到人上，归结到人上。哎，以前的对人的敏感其实并不排斥物，比如以前手绢、扇子，是吧？什么这个都是用借物来什么传情啊。对不对？扇子上写一首小诗，手绢上写一首小诗，让丫鬟给这个公子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才子佳人？有没有在这个黑丝上写诗的？不是写什么？它传递的根本不是情，而是什么？简单的心理刺激，就是单纯的心理刺激，产生单纯的性兴奋，而没有情感上的愉悦。所以一定要引以为戒，避免人生悲剧。